就那边拿到的功课会长得像这样子，是在 Google Doc 里面的。第一页是怎么样去做功课的指引，下面会是你的功课从旧的课程到新的课程的排序，也就是说越新的会在越下面。那你要找到最新的呢，不要去卷你的滚轮，会卷很久，你只要按一下你的键盘上面的 End 的按键，它就到页面尾端了。不要去用这个建立副本，因为你这样建立副本的话，会把你所有的功课都复制上去。那我们每一次呢，在写功课的时候，只要那一堂的作业就好了。那如果你不是很熟悉 Google Drive 的话，你可以到 Google 搜寻Google Drive， 然后点入第一个连接进来之后呢，按一下前往云端硬碟，就会看到这样子的画面。我建议大家把功课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怎么样建立资料夹呢？就是在这边按一个新增，然后新资料夹。那你建立完资料夹之后呢，像这个，你就在你的资料夹这个标题呢，按一下滑鼠的左键，按一下共用。那你的共用呢，有两种的做法，一个比较简单，就是你把这个一般存取权改成知道连结的任何人，然后你把这个检视者改成编辑者，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你不用去担心你的作业会被公布到 Google 搜寻上面，因为只有知道这个连结的人，他才能点入这个连结，然后到你的文件里面去。所以呢，你的文件是不会被 Google 搜寻收录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这样子开的好处就是我跟Joe都会进去看你的功课，会帮你批改。如果你真的比较小心的话，你可以按这边把使用者 email 放进来，这是我跟Joe的 email， 那一样记得请开一下编辑者。好，完成了之后，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功课啊，其实都是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排列整齐。那你把你的功课呢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边做搜寻的时候啊，你可以在档案位置去选其他位置，你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那个资料夹，就是你的功课资料夹放上来，你就可以去搜寻你的功课资料夹里面的关键字了，就不会搜寻到其他硬碟里面不相干的资料。再来，我们就新增一个文件，新增一个 Google 文件，然后选建立并共用，那选我们最新的功课。好，我用这个当范例，从标题到尾巴按一下 Ctrl 加 C， 把它复制，然后到你的刚刚建立好的文件按一下 Ctrl 加 V， 把它贴上来。贴上来之后呢，因为它会跑版，所以建议大家把你的这个图片删掉，把排版稍微整理一下。这个标题的部分会把标题复制 Ctrl 加 C 到这边来。好，它原本会自动带入啦，我不管它，我会放上我的名字，这样就才知道这是谁的功课。然后拿标题直接复制贴上。我做的作业会把它标上不一样的颜色，就像我们在写纸本作业的时候一样，印刷体它会是黑色的文字，我们用原子笔写在纸上的会是蓝色，这样子才可以去区分题目跟我们自己的作答。好，你把你的功课呢写完之后，你可以看得到这边的共用它会延续继承我们刚刚在资料夹这边设定好的权限，所以它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之后在新建作业在这个资料夹里面的时候，它权限都帮你设定好了，你就不需要再设定一次了。你的功课的作业连结就是按这边复制连结，只要把这个连结贴到我们的 Zoom 上面的客户群组就可以了。我跟Joe会去看你的功课。再来，这个是我被Joe订正回来的功课，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是我自己的答案，红色的呢是Joe他如果有去批改作业的话，就会显示像这样红色的。那
因为我这个 hint to 找了一个图，所以它有帮我订正，它就很明显就是红色的。那订正之后呢，我把滑鼠点上来之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它有一个注解，这样子打开也会有一个勾勾跟一个叉叉，你都不要去动这边的东西，因为你只要一按之后它就会不见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按这边的按键，不要按。比如说我这个 whereas 拼错了，它就会把它删除掉，然后写上正确的拼法，我就会知道说我是这边错了这样子。那这个深蓝色的是我作业里面没有错的地方，但是它会针对我的作业写一些评语，那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这是他写的这样子。那你在做完这个作业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作业它就只有这一堂课的作业它没有其他的，这样就很干净。把作业拿到订正之后，最后一步就是请你在纸上用纸笔，或者你想要用电子纸啊，或是 iPad 的也可以，但是就是有这个写的动作，你用写的把正确的句子，不要抄到错的，请把你正确的就帮你订正好的正确的整句写下来。那这个写的动作是经过医学研究，对你的大脑有增强记忆的功能，所以用手写的动作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刚刚作业的说明就到这边，再帮大家复习一下。你在拿到功课的时候，因为这个作业的文件是不能编辑的，所以请复制，然后到你的云端硬碟去新增文件。新增文件完之后，请用蓝色或是用别的颜色也好，去区分你的题目跟你的作答。写完之后，把你的连结给客户群组，就跟我。然后你拿到作业之后，不要去按旁边的勾勾或者叉叉，都不要按。那你拿到作业之后，订正完看一下，把这个订正过的作业抄到你的纸本上面去，增强记忆，就是这样子咯。